你敢相信吗？有一件事情，大多数长辈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觉得难以启齿，但它其实可能是60岁后守护健康的秘密武器。许多银发族担心年纪大了会被某种疾病找上门，但偏偏这个简单的习惯就能大幅降低那个威胁，而我们过去竟然因为害羞或观念问题一直错过了它。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惊人的真相？为什么一些真正懂养生的长者反而默默在做这件事来保健身体？先等一下，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请先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因为在这里我们揭示那些没人愿意谈论的长寿秘方。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打破禁忌，探索真相。如果您认同长者的性健康同样重要，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您一时还难以接受，也欢迎输入0，表达您的想法。另外，如果您或家人有相关经验或疑问，请在留言区留言，我将尽力回复，与您交流。我们先来谈谈为什么自慰这件事在我们的社会中背负了那么多误解，尤其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我想许多朋友从小耳濡目染的观念，一提到自慰，脑海里就浮现几个负面的标签。第一，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认为是不道德的。传统观念里，性欲这种事在年轻人身上都被视为禁忌，更别说老年人。很多长辈觉得上了年纪就应该四大皆空，谈性色变，认为自己不该再有那种欲望。有些人从小还被吓唬，手淫会伤身，会变傻，所以一辈子都觉得自慰羞耻，见不得人。第二，许多人误以为年纪大了就没有那方面的需要了，或者干脆觉得这种行为对老人有害。有人担心老年人行房或自慰会不会诱发心脏病发，甚至坊间流传过某某老人贪欢猝死的故事，搞得大家觉得年纪一大把还动这种念头很危险。不少男性长者还深信禁欲养生的说法，认为少碰女色，节制欲望才能长命100岁，于是选择常年完全戒色，觉得这样才是保养身子的正道。第三，一些传统中医观念认为精很宝贵，年长男性如果频繁射精会伤肾伤身，导致元气大伤，所以很多人退休后就干脆把性生活锁进盒子里，认为把精存着才能延年益寿。至于女性，过去的社会更是压根没想过，阿姨妈妈们也有性需求，认为更年期后就应该安分守己，不该再谈性事，导致许多银发女性即使身体有需要也不敢表达。这些想法长期以来牢牢地扎根在我们观念里，让不少长辈对于自慰心存罪恶或畏惧，仿佛一件对身心有益的自然生理行为被我们贴上禁忌的标签，硬生生压抑住。这就像一场大误会，让无数人错过了一帖免费的养生妙方。我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邻居的陈伯伯今年68岁，是个传统保守的人，他一直以养生有道自居，逢人就夸自己早就看破红尘，从60岁出头开始就几乎不碰房事，连自慰这种事他都嗤之以鼻，觉得男人上了年纪就该禁欲保健，省得伤身。他甚至把这当作炫耀的本钱，说什么那些整天想这想那的老头子才不健康呢，我可从不胡来。而隔壁的刘伯伯跟陈伯伯年纪差不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学。刘伯伯年轻时也是个老实务实的人，不过前2年看了一篇医学报道，提到适度的自慰对摄护腺有好处，他一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抱着试试看总没坏处的心态，悄悄养成了每周2-3次自慰的习惯。这种事情他当然不会到处声张，但心里想着反正自己老伴过世多年独居生活，偶尔自己满足一下又不伤天害理，而且还可能有益健康，何乐而不为呢？半年之前，陈伯伯和刘伯伯刚好一起去做健康检查，结果出来可把陈伯伯给急坏了。医生告诉他，他的摄护腺有点肥大，出现了阻塞发炎的迹象，最近常觉得夜尿频繁，小便无力，都是摄护腺问题在苗头。医生还提醒他，如果不好好保养，将来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可能会比较高。陈伯伯一听脸都白了，心想自己平时自认养生到位，怎么还会这样？反观刘伯伯，体检报告非常亮眼，他的各项指数在同年龄层中都算优秀，
特别是摄护腺健康方面毫无异常。医生甚至开玩笑称赞他有一颗年轻的摄护腺。两人都很好奇彼此生活上有什么不同，于是在医生面前就聊开了。刘伯伯有点害羞地承认自己平常会适度自慰，保持排精的频率，而陈伯伯则咽了口水，说他已经很多年完全没有任何那方面的活动了。医生听完对陈伯伯说，其实适度的性活动包括自慰，对您的年纪来说不但无害，反而有益呢。长期一滴不漏，反而容易让摄护腺的分泌物积在那里，诱发发炎或其他问题。刘伯伯规律排精，反而帮摄护腺做了体操，清了库存，当然比较健康啊。陈伯伯听得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坚持多年的清心寡欲养生法，反而被医生点名可能是健康隐患，而原本让他瞧不起的自慰习惯，竟然成了别人保养身体的加分项。从那天起，陈伯伯的观念彻底改观了。他悄悄跟刘伯伯请教经验，开始试着打破心防，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需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该是时候为自慰平反了。年纪大又怎样？适度的手淫不仅不是洪水猛兽，还可能是您在黄金岁月里的一帖良方。接下来我就要带您深入了解，为什么适度自慰这件小事能在60岁后提供如此多元的健康保护。我们一一来拆解其中的奥秘，看看到底能保护您不受哪一些威胁。首先就来揭晓标题中那个大大的问号，年老后的手淫能保护你不受哪个威胁？答案之一就是很多男性长辈闻之色变的摄护腺疾病，尤其是摄护腺癌。没错，科学研究发现，规律的射精对摄护腺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甚至被视为降低摄护腺癌风险的因素之一。听起来不可思议吗？过去我们总以为手淫伤身，结果研究却告诉我们，不手淫可能更伤身。美国哈佛大学曾经进行过一项长达18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对将近3万名男性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趋势。那些每个月射精频率达到21次以上的男性，罹患摄护腺癌的概率比射精次数很少的人要低将近30%。换句话说，适度且经常的清腔似乎可以帮助男性远离摄护腺癌的威胁。反之，长期完全没有射精，让摄护腺液长期滞留在腺体内，反而可能增加问题发生的机会。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摄护腺好比一个不断分泌液体的小工厂，如果产出的液体一直囤积在那里没有排出，就容易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或者让里面的物质变得浓稠有害。适度射精就像定期把储存槽的水放掉换新，避免积旧成患。还有人把它比喻成冲水马桶，你总得不时冲一冲，管路才不会堵塞发臭。长期禁欲不排精，摄护腺这个地方反而像盖子一直闷着，容易闷出毛病来。所以手淫其实在帮你的摄护腺做清洁保养，把坏东西排出去，不给潜在的癌细胞养分含空间。不只是癌症，常见的摄护腺肥大、发炎等老年男性毛病也和长期不射精有一定关系。许多泌尿科医生都建议中老年男性保持适度的性活动，来预防摄护腺过度松弛无力或腺液堆积。可以说，适度的手淫就像给摄护腺做运动一样，让它维持正常功能，不会过早退化。那些把射戒得死死的老人家，反而更可能遇到摄护腺方面的麻烦。这是不是很颠覆我们的想象？原来适度纵欲比起过度禁欲更能护住我们的摄护腺，免受疾病威胁。解决了摄护腺这个大麻烦后，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让银发族困扰的问题。随着年纪增长，性功能的衰退，不少男性到了60-70岁以后，勃起功能大不如前，甚至出现阳痿。女性则可能因为更年期后荷尔蒙降低而出现阴道干涩，性欲低落。然而这里有个不传之秘，用进废退，也就是说，你越是不使用你的性功能，它退化的越快。反过来说，适度的保持练习反而能延缓性能力的老化，这对男女都适用。对男性而言，阴茎就像一块需要时常充气的海绵，也像一套需要常用的水管系统。如果长期不使用，血液很少冲到那里去，海绵体得不到膨胀的机会，
时间久了，弹性变差，血管也可能逐渐阻塞、硬化，勃起当然越来越困难。适度自慰时会产生勃起，阴茎充血其实就是在锻炼那里的血管和肌肉。研究显示，性生活活跃的男性发生 ED 的几率明显较低。芬兰有一项大型研究发现，相较于那些很少过性生活的男性，每周都有规律性活动的男性，罹患阳痿的风险低了将近一半。这非常惊人，等于说适度的性刺激对阴茎而言，就像每天拉筋运动对肌肉一样重要。有的老人家或许觉得，反正我也不打算再过性生活了，硬不硬无所谓。但是别忘了，性功能不仅关乎性生活品质，也是男性身体整体血液循环和神经功能的指标之一。保持阴茎的健康血流，对前列腺和泌尿系统也都有益处。所以，就算没有伴侣，通过自慰来维持勃起频率，对身体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别等到真的想用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叫不动它了？那就太迟了。至于女性朋友，适度自慰对维持性功能同样重要。女性更年期后常见的困扰是阴道干涩、萎缩，因为缺少雌激素和缺乏性刺激，阴道黏膜变薄，弹性变差，甚至容易反复泌尿道感染。但如果能通过自慰或其他方式让阴道受到刺激充血，会促进阴道腺体分泌润滑液，增加阴道壁的血流量和弹性，有点类似帮肌肉做复健运动，保持该部位的健康状态。许多妇产科医生其实会建议停经后的女性别完全闲置你的蜜糖罐，偶尔自己帮自己，也是一种对自我照顾。这能减轻更年期带来的不适，提高日后即便年长仍能享受亲密生活的机会。总而言之，适度的手淫就像给我们的爱之肌肉持续充电一样，用尽则新，不用则退。不要因为年纪大就自我放弃这块人生乐趣，反而应该通过恰当的方式让生理机能维持在佳状。这不仅关乎幸福，还是整体健康的一环呢。谈完了生理层面的硬件保养，我们再来看看心理层面的收获。自慰不仅强健了身体，对心理健康也是一剂良药。现代医学研究告诉我们，性高潮时大脑会释放一连串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包括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内啡肽以及高潮后会分泌的催乳激素。这些荷尔蒙和神经传导物质联合作用，带来的是情绪的极大改善与压力的释放。许多银发族日常其实承受着不小的心理压力，退休后的空虚感，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身体老化带来的焦虑，甚至还有失眠的烦恼。一场酣畅淋漓的高潮，仿佛帮大脑按下了重启键，让那些焦虑、忧郁的情绪暂时关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坦满足、岁月静好的平和感。您或许也有过这样的体验，高潮过后，那股满足感会让人露出微笑，原本的烦心事好像没那么沉重了，整个人心情变得开朗。这可不是错觉，而是确确实实的大脑化学反应使然。有研究报告显示，经常自慰的人，整体情绪状态和压力反应都比长期压抑自己性欲的人要来得健康稳定。适度的性满足可以降低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当我们压力山大的时候，免疫力会下降，睡眠会变差，整体健康都跟着受影响。如果能通过自慰周期性的把压力释放阀打开一下，相当于帮心灵做了一次深呼吸，长期下来更能保持愉悦积极的心态。而且自慰这种自我探索与满足还有助于提升自尊和自我形象。听起来很玄吗？其实一点也不。很多长辈随着年纪增长，难免觉得自己不再有魅力，身体走下坡，甚至对性这件事产生自卑感。然而，通过自慰重新找回身体的愉悦反应，您会发现，原来我依然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这种对自身身体掌控感和愉悦感会让人重拾信心。你会觉得年龄只是数字，我还是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和能力。这对心理健康的裨益是无形却深远的。讲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猜到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对睡眠的帮助。没错，许多失眠困扰的朋友花尽心思数绵羊，不如来场数高潮。刚刚提到自慰能让身心放松，其中催乳激素等荷尔蒙让人昏昏欲睡，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安眠药，而且效果比安眠药还好，因为它没有副作用，还附带快乐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妨试试给自己一点私密的抚慰。高潮过后，你会感到全身肌肉放松，心跳频率下降，连血压都降低了一些，大脑进入一种酥麻的放松状态，眼皮开始变沉重。这时候再入睡，是不是特别香甜？有调查统计发现，相当多的成年人都曾体验过事后特别好睡的感觉。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调查了700多名成人，结果超过一半的人都相信自慰能缩短入睡时间并提高睡眠品质。对于饱受失眠折磨的银发族来说，这真是天赐的福音啊！当然啦，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如果有严重的睡眠障碍，还是要配合医生建议。但把适度手淫当成睡前的放松小仪式，对很多人确实大有帮助。不仅不用花钱买安神药，还能顺带得到身心欢愉，一举两得。下次再听到哪位朋友喊最近都睡不好，或许您可以建议他试试这招，说不定就解决问题了呢。除了心情和睡眠，其实连身体的免疫力和心血管健康也能从自慰中获益。我们的身体真是奥妙，适度的高潮不但不虚弱，反而强身。有医学实验观察发现，男性在射精高潮后，体内白血球数量会短暂上升。白血球是人体对抗感染的战士，数量增加意味着免疫系统处于活跃状态，所以有人戏称，一次高潮过后，身体进入战斗模式，能更有效地清除体内潜在的病菌病毒。当然，这种免疫提升是暂时性的，但如果您规律地让身体启动这样的小高潮，长期看来有助于保持免疫系统的敏锐和活力。另外，前面提到自慰能降低压力、荷尔蒙，这对免疫力的保护也是关键，因为慢性压力会让免疫功能低下，人就容易生病。适时通过自慰放松身心，相当于间接为免疫系统减压，让它可以更有效地工作。难怪有专家打趣说，感冒的时候不妨试试看，多休息，多喝水，外加适度来点自娱时光，说不定康复得更快呢。虽然听起来好笑，但背后的原理是有科学根据的。讲到身体机能，就不能不提心血管健康。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性生活其实对心脏和血管也有益处。适度的性活动算是一种温和的有氧运动，你的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强，这其实在训练心脏肌肉，改善血管弹性。国外有研究指出，每周有2次左右性生活的男性，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更低。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激烈运动也许吃不消，但房事或自慰这种中低强度的运动，反而是量身定做的心肺功能操。当然，我不是说光靠自慰就能防所有心脏病，中老年人该吃药的吃药，该运动的运动都不能少。不过想象一下，每一次适度的高潮都让你的心跳像轻快地跑了一小段步，血管扩张舒张一次，长期累积下来，心血管维持年轻弹性的几率是不是更高？另外，心血管疾病很大一部分诱因是来自高血压和压力，自慰有助降低血压和舒缓情绪，从这角度说，也是间接减少了心脏负担。有些长者可能担心，我心脏不好，承受得住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适度的性活动对心脏是安全的。医生往往也鼓励心血管疾病稳定的患者恢复亲密活动。自慰相对于性交更能自我控制强度，一旦觉得累了，随时可以停下，风险更低。如果连这样温和的运动都无法进行，那平常走路可能都危险了。所以对大多数银发族而言，别把自己当玻璃人，只要量力而为，适度的性欢愉对心脏反而是良性刺激。压轴来了，最后一项很多人想不到的好处，预防失智，保持大脑年轻。您可能会想，做爱跟头脑灵光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呢。近年来有一些有趣的研究发现，保持活跃的性生活和较好的认知功能之间存在相关性。一项针对50岁到89岁老年人的研究显示，有在持续进行性活动的长者，在记忆力和执行力测验上表现优于完全没有性活动的同龄者。换句话说，动不动不只影响筋骨，还影响脑袋，
可能的原因很多。首先，性高潮时，大脑大量用到多巴胺等神经传导物质，这些物质跟学习、记忆都有关系。适度的高潮就像给大脑做有氧运动，增加血流和氧气供应，促进脑细胞的新陈代谢。同时，高潮后释放的催产素等荷尔蒙有助于减少大脑的炎症反应。有科学家推测，催产素甚至可能帮助清除脑中的一些有害蛋白质聚集。当然，这方面还在研究中，但方向是令人振奋的。再者，维持性活动本身表示一个人生活比较有积极性和趣味，这往往意味着心态更年轻，社交也较不脱节。心理上的充实对脑部健康是很重要的预防因素。例如，忧郁会增加失智的风险，而适度的性欢愉可以减轻忧郁倾向，让人心情愉悦有寄托。这不也是预防失智的一环吗？可以说，自慰这件小事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同时帮助我们守护大脑的活力。有人或许会问，那我是不是每天都要自慰才会变聪明变长寿呢？凡事讲究适度就好，不用矫枉过正。对于频率，其实每个人因体能和需求不同而异，但普遍的建议是每周来个几次绝对没有问题。如果要提一个医生建议的下限标准，那不少泌尿科医师会说，至少每周一次，千万别少于这个数，因为一周一次算是最低的维持频率。如果再少，前面说的那些好处可能难以充分体现。当然，您若精力充沛，兴致高昂，每周2-3次，甚至每天1次也是可以的，只要您觉得身体没有不适即可。前面提到，哈佛研究发现，每月21次射精风险最低，但这并不代表一定要达到那个次数才有效果。重点在于规律2字，而非一昧求多。就像运动一样，每周固定运动几天胜过1个月才猛超1次。同理，规律的、适度强度的自慰，比起很久闷着不动，然后突然来个马拉松式的大战，要健康得多。听从自己身体的声音，量力而为就好。如果一次下来觉得太疲惫，那下次节制一点。反之，如果感觉神清气爽，那说明身体很欢迎这样的活动呢。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适度自慰带来的是益处，但过度沉迷则可能适得其反。凡事过犹不及。如果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手淫，甚至因此影响日常生活作息，那就失去健康意义了。而且身体局部可能也会因长时间摩擦而受伤。我们强调的是适度2字，一旦发现自己有点上瘾，无法克制，或者因为过度自慰导致生理疲惫、局部不适，那就要适可而止，必要时寻求专业协助。此外，如果本身有严重心脏病等特殊健康状况，任何剧烈活动前都应咨询医生。虽然大多数人自慰不至于达到危险强度，但安全起见，身体有警讯就要停下。如果能掌握好频率和节奏，自慰对绝大部分长者而言都是安全的。今天我们把自慰这件长久被视为禁忌的事，彻底从阴影中拉出来，好好审视了一番。结果发现，它几乎是全方位的健康小帮手。它是摄护腺的清道夫，性功能的充电器，情绪的疗愈师，睡眠的催眠曲，免疫系统的强心针，心血管的护养操，还是大脑的活化剂。如此多的好处集中在一件事上，而且这件事不花1毛钱，随时随地自己就能办到，说不是上天给予中老年人的一份礼物都难。反观我们却因为种种误解和羞耻感，把这份礼物拒之门外多年，实在太可惜了。真正的养生之道，有时候并不需要多昂贵的补品或复杂的秘方，反而是回归身体本能，顺应自然。自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提醒我们，人的身体有自我调节、自我疗愈的奇妙能力。只要我们不受陈旧观念束缚，勇于接受自己的生理需求，我们就能从中获益无穷。60岁也好，80岁也好，只要您心中还有追求健康和快乐的热情，就千万不要忽略这种简单却强大的力量。现在，让我们立下一个健康约定，从这周开始，给自己预留一点私人快乐时光。无论您是已经很习惯，还是多年没尝试，不妨都把自慰纳入您的养生计划之一。当您开始行动时，请记得我们今天谈的内容。您不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而是在爱护您的身体，滋养您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对自己负责，
对健康认真的表现。如果您觉得不好意思，那就更需要从心里告诉自己，照顾自己没有什么好羞耻的。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为家庭为事业忙碌操劳了大半辈子，到了晚年更应该学会善待自己，取悦自己，就把这件小事当成每天按摩泡脚一般平常的保健习惯吧。相信我，您的身体会感谢您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各位打破迷思，勇敢拥抱自己的需求，从中获得健康和快乐。长辈们也好，年轻朋友也好，都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这件事，并传递正确的观念给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见证改变。当越来越多银发族不再被莫名的羞愧感束缚，勇敢追求性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时，社会将更健康、更快乐。祝福每一位观众都能活得开心，活得健康，享受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青春不设限。我们下期再见。